粉红色这把，我永远记得那个操你妈，中华民国万万岁！他妈的，我是自用，我还被抽了10%的营业税。这只原本6000多块，营业税加一加，我他妈付了7000多块。人家说干，我是自用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被抽营业税？到底？好想破千赞啊！新农场企业、祥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。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美发多暴击 ，BD 暴击 BB 弹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为什么我来第二次呢？因为上次有人说想要看我收藏的枪跟利可利斯系列，等一下会介绍。我就是福尔摩斯胖胖，我又来第二次，但是这一次应该算是炫耀我的收藏品，所以不是介绍我的枪。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我应该花了2-3年吧，反正就花了一点时间收集起。最近好不容易马路易出了这支粉红色 P90，再一次推出，所以我就赶快把它收集起来了。想当年它刚出的时候，我还是个高中生，没有钱买。现在好不容易有钱了，就直接把它怒买下来，然后是请那个乌阿哥直接从日本带回来的。如果你有看他去日本的影片，你就一定会看到还有买一堆滴滴 Coco 的垃圾。那我们今天要先介绍哪一把呢？一般人如果你有看《刀剑神域》的话，才会知道的 FN57。其实这个马路易没有联名，但是因为它是本传里面主角拿的枪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收集了起来。可以看到这个包装，因为没有联名，就显得非常的廉价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系列，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奇葩。它的弹夹大的跟沙漠之鹰一样宽，出气量真的是非常的大。然后这把枪是全塑胶的枪身。我家其实 FN57有3把还4把吧，因为我有这支马路易的以外，还有台厂的2把，然后还有一支大陆做的纯抛壳垃圾，那个东西真的是手指训练器，那个扳机重到爆炸。这些枪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，因为就是纯收藏。可以看到它的枪身是全塑胶的，它只有马路易的 FN57是有内外管，台厂的FN57外管跟内管是同一支，所以没有改装品可以用。马路易的就有改装品可以用。它拆解跟操作方面其实都跟真的 FN57一样，它为了仿真枪，真枪不是用9毫米，是用那个5.7 P90的弹，所以它的弹夹就是这么大一颗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好介绍，因为毕竟没有联名嘛，只是数量稍微少了一点。毕竟冷门枪没什么人要。不过我是希望马路易赶快联名一下，因为如果有联名的话，我就再收一把。那我们先介绍这个 AN45。其实，在 P90 出了之后，这2支系列马路易有在生产，所以现在台湾应该是还有办法找得到这2支枪，但是它已经断货了，应该1-2年有了吧。那黑色的在2-3年前我们店里还有一把，最后卖掉了，但是最后那把还是留到我手上。当初劝我朋友说刚好买这垃圾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我要收藏。买回去大概1年后，他跟我说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枪好占位置，给你好不好？我说好，我就拿了2把。原本有一把是想说要改成黑粉配色，黑粉套件其实我最后想说算了，因为好像没什么用，收藏用的，而且改黑粉就不是原厂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之后2把枪就维持不动。只是我每次都可以跟人家炫耀我3把 AN45，多亏我朋友，所以我多了一把我没有用的 AN45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联名枪，它虽然比较贵，但是它整体的包装就会精致很多，很漂亮。它是2层套在一起的，这个外套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家有3-4个这东西，莫名其妙就冒出来。马路易灌的就是泡沫板，一定会压住枪的本体，所以枪不管怎么运送都是不会移位的。我觉得台湾厂商要学一下，原厂一定会附了原文小说，但是因为原文，除非你日文很好，不然你看都看不懂。其实这本小说是作者特别写的，其实跟原本的故事没有什么关联，但是他就是为了联名款写的小说，很薄一本估计大概30-40页吧。因为是原文的，所以我也不会看。而且你看它里面的包装其实是非常精美漂亮的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小盒子，打开放它所有配件，这台厂都不会做到这么漂亮。然后这是枪身本体，但是 AN45 其实它的 hub 调整很困难，但是基本上没人拿这支下场，所以调不调 hub 都无所谓了。你要调 hub 一定要拆这个装饰品，这个版本我记得是要从螺丝下手。它其实说白了，我记得是 V10改的外观吧。我觉得抑制器的部分还是利可利斯那支做的比较好，因为利可利斯的抑制器有做快拆的结构，但是这是他第一次做这种造型抑制器，所以你也不能怪他说为什么没有做快拆结构。不管是海卡帕还是1911枪器，他们都会有握持保险，但是这支握持保险都是废掉的，它握持保险基本上就是常驻压着，所以这枪是没有握持保险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扳机是平行式的竞技扳机，但是说实在就是为了外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虽然不下场，但是我还是买了2个弹夹。但其实说真的，我当初买弹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说，干这弹夹包装的蛮好看的，所以我就买。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一直摆在我家，我家的玻璃柜就是有这一堆垃圾摆着，我专门买一个玻璃柜摆它。那接下来还有粉红色这把，我永远记得那个操你妈，中华民国万万岁！他妈的，我是自用，我还被抽了10%的营业税。这只原本6000多块，营业税加一加，我他妈付了7000多块。人家说干，我是自用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被抽营业税？到底？
然后我买回来的时候还被海关卡了好几天，那个时候那法规还没改，那时候还不用去申请，我就把它弄进来了。这个现在因为有在产了，所以其实也买得到了啦。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枪，这就是一个枪店店员的好处。你要么去日本自己带，要么你就是枪店店员，你就可以拿到一些没有贴台湾那些丑的要死的警告贴纸的枪盒，因为那些警告贴纸都是进台湾之后店家自己贴的。但是你也不能怪店家，因为那是法规规定一定要贴，所以那跟我们店家没关系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买的每一只马路易，我们店家都拆开贴过贴纸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除非你当枪店店员，你才能拆这支枪的第一次，甚至每一把枪的第一次，这不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处女情节的话，无所谓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支的包装，它就是以黑粉为一个主题色，它联名款的包装真的都很精致啊！你看它里面整体。然后这里有那个联名小说第1集，所以如果你只买黑色的，你看不到前面那一集，黑色是第2集。说明书什么都在这上面。如果你想自己进枪的话，这本说明书很重要，因为你没有枪的爆炸，你没办法自己进。其实我这全部都没拆封过，我也不太想拆封。但是你如果想要自己进枪的话，爆炸图在里面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弄到。没爆炸图的话，警政署是不会让你申请的。马路易只要是联名枪或比较贵的枪，它底都一定是用布铺的，它基本上盒子的设计都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模一样。这边说一下，支持大家啊！警政署当初说什么要建白名单，我跟你讲，到现在一点动作都没有了，让所有玩家一起去举报警政署信箱，把那个白名单的资料送给他。他既然说没资料，那就我们玩家自己送嘛，对不对？多送一点，他们就有资料了。可以看到这是粉红色配色，刚刚那只黑色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甚至可以很明显看到有些零件就是根本直接通用的。当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粉色啊，其实这个粉真的蛮漂亮的。当然如果预算不够的话，我们 RST 有卖大陆制的，外观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差了一点，一个是消光粉，一个是亮光粉。其实你买黑色就没差，因为黑色基本上一样嘛。黑色不会像那个粉色或沙色一种颜色各自表述，备有的一定是不会有上面的刻字 AN45这些刻字，跟 GGO 的联名刻字，备有的是一定都不会有。然后这个白色线条，我记得备有的也是没有了，备有就纯粹一个粉色的下壳而已。啊，它的击锤也是特别设计过的，它击锤跟一般的击锤不一样。然后你一般买 V10，它这一块不会是下切的，所以它还是跟一般的 V10有差啦。粉红色弹夹有啊，但是我想买的时候全台湾已经没货了，我一个都订不到啊。我那时候台湾每间枪店都问过了，没有一间枪店有弹夹，我非常难过。我记得日本福冈有一间好像还有，但是因为现在又复刻了，它复刻这把的时候顺便再产了这2把。其实现在这2把你去日本就买得到现货，而且台湾应该不久后就有店家会进。我们家有没有计划进我不知道啦，因为毕竟当初这个东西不是说卖得很好，还是如果大家很想要的话，就多留言，我们可能就帮各位进一下，让大家买得到这些枪。那今天介绍我们最重头的东西，我特别请吴阿哥从日本带回来的大型垃圾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是垃圾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买它不下场，就纯粹摆在家里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什么？而且它只能是7.4的电池，我所有枪都11.1的，这只是新版的啦，旧版的我也想收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算找得到也是天价了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马路易的加 Plus 的意思就全部都是 FET， 你只要有 FET 的枪，你就只能照原厂要求电压，不然的话一定烧掉 FET。更何况马路易没有零件可以换，所以你就只能乖乖吃7.4。反正这支枪我收藏了，所以我没有打算买电池这种东西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马路易必有的高级缎带，它就是马路易贵一点的枪你才会有这条缎带。但是其实有人说这缎带不是因为它枪比较贵，其实马路易绑这条缎带是为了让你从箱子里可以好提出来用。所以当天如果枪的排布是放平的，它没有其他空间可以抓，它就会绑这条缎带给你。但当天如果像 VSR10那种，它是这样立直放的，它只有中间那一盒有缎带，中间那盒抽起来之后，你旁边2个就可以直接拿出来，所以这才是缎带的真正由来。但是我们都会说这是尊爵不凡的象征，因为基本上够万的枪才会有这条缎带啊。大家都知道这种核损是一定会有的，毕竟我们家吴阿哥就是大辣辣的人嘛。你海运、空运，他们东西都是摔来摔去的，所以核损是200%一定会有的。但是其实我不介意啦，我自己看得开心就好了。弄出来，有啊，这里。干，这那么小的是吧？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如果是卖给收藏模型的，这个核损他们就无法接受了。他们说，哦，你这个东西核损了，我不能接受，退我钱。他们连那个脚猫掉一点点都叫大损。玩具枪比较不会有这么多击败的事情，它一样都会做亚克力保护。铜枪条，马路易每个都会送铜枪条啊。这边还特别有个粉红色一圈，为了符合主题，连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都弄得粉红色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塑胶布，这些收藏枪我甚至连当初包它的塑胶袋我都留着。好，一样马路易的设计就是会让你可以放2个弹夹，但这个因为没有弹夹，所以它用了一个纸盒的弹夹，还蛮帅的。说实在的，有看过纸盒纸造的弹夹吗？
纸造的弹夹装饰哦，这真的很帅，而且它原厂就配瞄准镜，这个瞄准镜是吃4号电池2颗，从前面这边压下去，它可以把这个盖子弹开，就可以放电池进去盖起来。大家一定想说啊，这个瞄准镜上面没有上下怎么归零？你看这个孔，这孔这一块是转左右，这边是转上下，它有附专用工具。你不看说明书，你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用，超麻烦的。而且这个红点的这个电池仓啊，你不看说明书，你怎么抠都抠不下来。它电池仓是你要由上往下压，它是 L 型，你要往下压，它就自己弹开，弹开之后装电池再扣回去，扣回去之后往下压，扣上去。红点的开关在这正下方，应该很难拍到了，有2段亮度。马路的瞄具通常都是2段亮度，低亮度、高亮度跟关闭。其实这支 P90我拿到的时候蛮意外，它比我想象中的再更亮粉一点。我想说它会像那个 GGO 这把一样，它会是比较偏消光的粉，结果没想到它比我想象中的再更亮粉一点点。它的 hub 调整也在握把这里，这边有个小仓盖，往下拉它就可以弄下来了。保险单发连发跟真的 P90一样，从这边切，然后它一样有保留类似 URGI 那种扣枪模式，就是你现在 auto 的时候，你扣一半是单发，扣到底会是连发。电池仓开法，这里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往下一扳，它就打开了。就是连这个电池仓盖都设计的算精致吧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填工头 7.4，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么有钱的话，其实他们有出他们次世代专用的电池仓，好像要把这个拉出来，它会变成一个3孔的接口。当然那个东西因为我也买不起，所以我也不打算买。大家可以看它电池仓的空间真的不大，只能塞口香糖电池，长口香糖应该也进得去啊，但是应该大家都是塞短口香糖而已。都这样了，我就拆给大家看它的上下分离。我们拆卸很简单，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往前扳，但是因为这是新枪，超级。这就是它的 hub 座，竟然 hub 座没有做粉红色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塑胶射出是直接射粉红色的，所以刮伤里面还是粉红色的，不用担心刮伤会掉漆这个问题。它的 hub 调整在这里也很简单，如果你觉得在那小孔调很憋屈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拆下来调。还有原厂我特别说，你 hub 座在装的时候记得不要把方向装错，因为这个 hub 座是可以旋转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把上弹口朝上，你才嘟得进去。如果你上弹口没有朝上是斜的，嘟进去它可能会把 hub 座嘟坏。它有一个防呆机制 ，hub 座的拆法是你压下去转到底。它这边有个卡榫，卡榫可以穿过侧边这个洞，然后之后再进去。但是有的人就是会可能转这样子，反正就还没到位就直接给人家捅进去。这个世界上总是有白痴。枪店店员当那么久了，看到一堆白痴拆装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推回去就好，可以拍一下，确定热效有复位，那你的 P90 就完成了。P90 的经典上弹动作下去的时候。一定要拍一下，这是一定要拍。P90 弹夹是要拍上去才算。这个是原厂的无声弹夹，而且你不得不说它的弹链真的做得很漂亮，它的装饰弹。但是为了装饰弹，所以导致它的弹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少，70几发没关系啊，反正真枪也只能装50发而已，你还比真枪多20发。还有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子弹型号刻字，其实我也觉得就装饰用的东西，买它真的就是纯粹因为怜悯啊，我也不会拿下场，所以你就算遇到我，你也看不到我拿它下场的机会。哇，就掉价了，虽然说不会卖，但是还是会很心痛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粉红色的迷彩布，这个布我就不掀开了，因为掀开我觉得我要把它塞回去非常的困难。这一次它就不把说明书放上面，它有一个专用的说明书空间。说明书拿开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专门的小说，还有一块毛巾，然后它还有原厂附的一些配件，这个专用的盒子放那些配件。因为它是无声弹夹，所以它附了一个粉红色填弹器，好开心哦！我觉得它的颜色跟透有点廉价。干，这东西就跟我们65块填弹器是一样的啊！你信不信？等一下我看到这上面写 Made in China， 不对，它上面写 Made in Japan， 没有 NARUI， 就是马路易。听说马路易所有的枪跟零件都是日本制造、日本生产的，但填弹器我不知道。它原厂送的红点归零器，这个红点归零器是特规，你基本上其他地方买不到这东西。然后我觉得蛮可惜的一点是，它竟然没有连这个都换粉红色的，它换粉红色的我会更开心。虽然说粉红色我也还好，但是就是干都已经符合主题了，就不能帮我全部换粉红色的嘛。对哦，我没说这个原厂拉柄也有做设计，我知道那个章鱼牌的是拉这个拉柄，它的仓会打开。水弹枪的话好像是拉着会上弹，不过那是电动上弹器啊 ，BB 枪没有。但是这个拉柄是完全就是个装饰性质的东西。没有任何作用的拉柄，枪口火帽一定是可以拆的啊，14尼亚吧，我记得。然后这有个指腹螺丝，我最常遇枪店就是一堆人在拆火帽的时候都不转指腹螺丝，拿工具硬干，然后牙全部报销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们想自己拆也是可以，但是也看一下人家有没有用螺丝锁着吧。我拆枪秉持的就是，如果东西转不动，就代表一定有东西没有解开。如果你连这个最基础的原则都不懂就拆枪的话，9分9你的枪都会坏掉。GGO 的联名系列就介绍完了，这真的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啊，终于收集齐了的这个心愿，我非常开心。我们接下来介绍，这应该已经不算介绍我的枪了，这是介绍我的私人收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看完利可利斯就肥仔嘛，就非常迷这种枪跟美少女的东西。
西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它的相关周边。可以看到这个是蓝光，蓝光当初也花了不少钱，那是我直接去日本买的。日本 Animator 走进去看到什么就整套的拿，刷出去的时候发现，干我刷掉10几万日币。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个蓝光啊，我好像只有拆过第1、第2集来看吧。反正动画看多了，其实你看原日文，你多少听得懂一些啦。这个蓝牙耳机这东西哈，我跟你讲，我从去年3月订，今年大概11、12月才来。这个蓝牙耳机是联名限量生产的一个蓝牙耳机。你问它跟木棉花那些差在哪里？我跟木棉花就是换个贴纸而已，这东西不一样。这日本联名生产的，所以它里面的语音全部都是请配音员来配的，里面语音都是千树啊，或者是龙奈的声音，跟那个木棉花那些垃圾联名蓝牙耳机不一样。我不挡人家财路啊，你想买也买不到啦，因为这东西期间限定预约生产，去年3月预约到4月，你没有预约你就再也拿不到了，因为它不会再产。你现在网络上应该买得到一些啦，可能靠天价去了，就是有些人会买摆着卖的黄牛，就是他妈的黄牛。这东西我买来，我说实在我也没用过，我就这样摆着，它是在我家玻璃柜永远摆着。这个是有一次我突然逛街看到利可利斯的一番赏，我就脑冲抽了之后想说，好像抽到什么垃圾，反正也没什么用，这样摆那刚好展示柜有一个空位就摆它了。那这个弹夹，其实我当初这个买弹夹我就有原因了，因为这个盒子里面有3个弹夹空间，我想把它填满。但是当我把盒子打开之后，我发现它里面没有垫泡沫，所以你弹夹放在它还陷下去一层，我就想说干不爽。虽然说日本原厂没那么贵，但是就这把枪它买到9600，然后之后还这样子，我说算了，我就把这个弹夹另外放在柜子旁边摆着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店员才有办法干到了，没有任何的贴纸贴过的痕迹。当然日本原厂的这个贴纸是一定会有的啦。其实觉得这个盒子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一样，但是我会说比 GGO 高级。打开给大家看，一样盒内都有精美的印刷，但是这东西这个盖子是磁吸的。听到这声音就爽，磁吸盖子。这声音真的是多这2000块，我也觉得 OK 了啦。就这盒子，我就觉得很漂亮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啊，它就直接用泡沫做了，它就不是用保丽龙。这是它的说明书，它做成一个类似信封的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它里面就是日本的安全说明一定会有嘛，那个通枪条都帮你特别用一张纸夹起来，让你尊爵不凡，觉得贵这2000块好像是合理的。华而不实。你买马路的东西都会有的原厂各式说明书，每个人都会问马路的枪能不能叫零件，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想都不用想，日本原厂是不卖零件的。你马路的枪坏掉，有看到？你每支枪后面都有这一张纸，这张纸就是让你说描述一下你枪坏哪里，坏什么枪，然后寄过去给他修。马路原厂是不会寄零件给你的，你要把枪寄过去给他修。所以在台湾你是没有办法送修马路的，你台湾能买到的是改装件，台湾买得到马路原厂零件，那就是店家改装拆下来的零件，或者是他把一支城枪拆散卖给你。这就是大家很想要的爆炸图。来公布一下，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日本带利可利斯，现在应该买得到了，应该啊。毕竟当初说马路一放消息开放预购第1天就结束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暂停了，也不是结束了，因为马路一公司发公告说，我们家的印表机已经被预购订单超爆了，所以要停止预购，等到印表机修好，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热度有多夸张了。我是觉得有这么夸张的热度，它的保有量一定很多，所以后面价格也不会涨得太夸张。有兴趣可以收藏一下。那这里就一样一些简单的使用说明，不用看了。但是如果你刚拿到这把枪，我可以建议你看一下，因为你不看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攻击头怎么拆下来。如果没看过的话，你不知道怎么用，但是你用过的话，你就觉得这攻击头设计很赞，不用拆螺丝就可以拆中的攻击头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看这支影片的话，我等一下就教各位怎么拆这个攻击头，你就不用打开你的说明书，因为其实还蛮难塞的。利可利斯这个就没有小说了，它就是纯粹联名，没有小说。那我觉得没有小说2000块好像也蛮亏的。给你17式的盖子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成本花在其他地方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看这个警告条，我们一般马路原厂的警告条，它也换成一个利可利斯样式的警告条，这个我都舍不得拆。这个就是一些小配件都放在这里面。这个是枪的主体，这把枪基本上就是拿 AN45 下去改的，但这个握把是特规了，它也跟 AN45 一样，这个过磁保险是废掉的状态，它基本上就是常驻压着。那前面的攻击头就是跟动画完全还原。当然，如果买不到或觉得太贵的，你也可以买贝尔的，贝尔也有出。贝尔是什么红我们
就会抄什么，所以这个都会有。你看它攻击头这个一颗螺丝都没有，我是觉得很屌。它的拆卸方式很简单，它下面这有2颗，有一个是可以往上拉的。来，我们把右边这个往上拉开，往上拉开之后啊，它的攻击头就解锁，你往前推，往上拉，它就可以直接拆下来。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现在设计最好的一种攻击头。剩下的拆法就跟191一样，应该不用示范。装回去很简单，斜上去，往下压到点之后，这个白点的这一块往上推，它就锁定住了，它就不会动了。而且很稳，这就是马路易的攻击头。这个弹夹它虽然说跟 AN45是用同一个枪身做的，但是因为这个握把的关系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握把会跟弹夹结合到，所以不好意思，请买它专用弹夹 ，AN45 弹夹插不上去哦，请再买新的弹夹，买更多弹夹。马路易就是要撞爆你的弹夹。它这个击锤样式，它跟海狸尾又有点差异，它就是敲一小块的而已。保险的部分这些都跟一般191一样，也不太需要介绍了啦。握把片一定是，然后它跟动画的还原一样有做这一块，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块握起来没有很舒服啊。顺便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贝尔也有出，所以你去展场看到一些 coser 拿很多都是拿贝尔的。那贝尔的跟马路易的最好认就是你仔细看它的攻击头，贝尔的攻击头下面是用2颗螺丝固定，马路易的一定是没有螺丝的。然后第二是握把，贝尔的握把片就是把 AN45 的换成仿木色的，它就可以插 AN45 弹夹，它就不用专用弹夹。它弹夹底板也有插，它的弹夹会像 AN45 一样是前凸一块，它这个没有，这个是这样滑下来平的。那这没有差，而且有时候你去展场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买这种东西，而且给 coser 用就觉得好像有点浪费。我还带着你在得罪 coser 圈的，跟你讲啊，干 coser 圈无所谓啦，他们 coser 圈一堆不认枪的嘛，长得像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拿这个去 coser 的话，其实会加分，认识的会加分。但如果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下有就好。对啊，有就好了。这个就是赞跟收藏。对啊，这个收藏啊，你们看那个大陆 coser 还拿纸板呢。还有，我觉得我做店员觉得最瞎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曾经有个客人说他想要买这把，拿给他看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哦，我觉得这个木纹这边有瑕疵。我想说，干，这是塑胶，你在跟我木纹啥小？他说哪里瑕疵？他说那个这边好像比较黑一点。鸡巴！干，这是塑胶哎，那可是塑胶哎。木纹哪边的黑，那也是正常现象。对啊，然后他跟我说我不要这把枪，那算了，反正枪也还没试嘛，对不对？他客人就是上帝嘛。服务业就这么可悲吗？常常遇到 OK 啦。利可利斯联名款其实好像没什么好介绍，主要就因为它是联名的，然后又限量，价格又贵，我就是来炫耀我一个很贵的枪。大家如果有想参加介绍我的枪，或者是你纯粹想来炫耀的，都可以联络吴阿哥，反正时间瞧得拢，他就帮你拍，大家多多帮助他一下。他这个18线小网红都没素材啊。他的日本影片记得看哦，因为我想去没有去，他们太行军了，所以我不想去。记得我们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按倒赞哦。